你敢相信吗？就在几个月前，华尔街还在冷嘲热讽，说埃隆·马斯克当年收购推特简直是史上最愚蠢的杠杆收购。那些银行家甚至私下讨论要把这笔巨债直接划成坏账。可转眼之间，一纸重磅消息像一记响亮的耳光甩了过去。X 平台和 XAI 公司竟然计划一次性全额偿还高达175亿美元的债务，从悬在破产边缘的摇摇欲坠，到突然甩出真金白银的175亿美元，马斯克到底在玩什么把戏？答案其实就藏在4个字里：金融加人工智能。今天咱们就一步步来拆开，看看他是怎么用人工智能拯救社交媒体，又是怎么借 X Money 这张王牌悄无声息地重塑全球金融格局的。回想2022年那个疯狂的秋天，马斯克以440亿美元的天价吞下推特，其中整整130亿美元是银行借来的高息贷款。那时候整个金融圈都觉得他疯了，银行家们坐在会议室里，盯着现金流模型，一遍遍计算利息覆盖率。他们的认知被过去的经验牢牢框住，社交平台一旦广告收入下滑，债务雪球就会越滚越大，几乎没有翻身可能。于是他们开始收紧条款，准备在违约边缘提前抽贷。甚至有人在内部邮件里写道，这笔交易注定是教科书级的失败案例。可马斯克当时看到的是另一幅图景，他相信推特的实时数据流是未来人工智能最稀缺的燃料，只要把人工智能深度嵌入，用户粘性和变现能力就会指数级爆发。正是这种在信息极度不对称下的逆向判断，让他咬牙扛过了最黑暗的2年，而不是像银行家们预期的那样迅速崩盘。这段经历告诉我们，宿命从来不是单向的。当所有人都在用旧地图看新大陆时，那个敢于重绘地图的人往往能撕开一条生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当时银行多给1年宽限，马斯克的翻盘会不会来得更早？时间再往前推，收购完成后的头2年，X 平台确实如华尔街预言般步履蹒跚，广告主大规模撤离，用户增长几乎停滞。马斯克本人在内部心里都不得不承认，平台当时勉强收支平衡，债务利息像吸血鬼一样每年吞噬掉巨额现金流，让公司根本腾不出手去大规模投入算力。可就在所有人都准备看笑话的时候，反转来得如此迅猛。2025年 XAI 通过全股票交易收购了 X， 合并后的整体估值直接飙升到1130亿美元。更令人震撼的是，他们随即宣布要清偿全部债务，这哪里是简单的财务腾挪，这分明是一场精心布局的商业重构。XAI 带来的不仅仅是资金，更关键的是，它把 X 的海量实时数据变成了人工智能训练的超级燃料。而 Grok 模型的反哺，又让 X 的用户体验实现了质的飞跃，曾经的债务包袱反而成了迫使2家公司深度融合的催化剂。这难道不是最讽刺的反转吗？债务本该是枷锁，却成了加速器。说句扎心的，华尔街当初的悲观其实有它的道理。2022年那会儿，全球利率环境正处于快速上行期，高息债务对任何现金流不稳的公司都是致命毒药。银行家们基于历史数据模型，认为社交媒体的广告依赖症无药可医，一旦进入下行周期，收入断崖式下跌，几乎是铁律。可他们忽略了一个关键变量，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彻底改变了数据价值的计算公式。X 平台每天产生的海量推文、互动、热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内容，而是训练大模型的最优质实时语料。这份语料的稀缺性在2023年后变得越来越明显，其他人工智能公司不得不花天价去爬取公开数据，或者自己从零烧钱采集，而 X 却坐拥一座天然的金矿。马斯克敏锐地抓住了这个不对称，于是宁可背着沉重债务，也要死守平台控制权。事实证明，这种认知差带来的红利远远超过了利息成本。你说这笔账到底谁算得更准？进入底层逻辑拆解的部分，咱们把金融加人工智能这个组合拳拨开来看。表面上看 XAI 只是帮 X 提升了用户体验，但深层里它其实在构建一个正反馈极强的飞轮。X 提供实时数据喂养 Grok 模型， Grok 模型再反哺 X， 通过智能推荐自动生成内容，精准广告投放，大幅提高用户时长和付费意愿。过去几个月，搭载 Grok 功能的 X 高级订阅呈现爆发式增长，这直接拉动了非广告收入，让平台摆脱了对广告主的单一依赖。最反直觉的一点来了，很多人以为高额债务会拖垮公司，但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债务高压，马斯克被迫加速了人工智能整合。如果没有利息的鞭子抽在身后， X 很可能还会像传统社交平台那样慢慢腐烂。可债务逼着管理层必须在最短时间内找到第2增长曲线，结果反而让数据加人工智能的闭环提前2年成型。这是不是有点像打地鼠游戏，越用力砸越快把隐藏奖励砸出来？但 X 平台数据的真正杀手级优势其实藏在它的活上面。不同于其他人工智能公司靠静态网页爬取的死数据， X 上每一秒都在发生的情绪波动、热点迁移、争议碰撞，这些都是活生生的集体意识样本。 Grok 正是靠着这种高频实时信号练就了远超同行的突发事件感知能力。
很多人以为人工智能只是更快的回答问题，其实更厉害的地方在于它能提前嗅到人群情绪转向，这一点在金融场景里尤其致命。当 X-Money 真正上线后，这种预测能力将直接转化为定价优势。传统银行靠历史数据和风控模型做决策，而 X 则能看到用户在社交里的真实意图。流露一个人在推文里抱怨通胀，下一秒可能就在平台上搜索避险资产。这样的意图数据是任何传统金融机构花多少钱都买不到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监管机构现在正处于极度矛盾的心理，一边担心金融稳定被颠覆，一边又不得不承认这种数据融合可能带来更高的系统效率。与此同时，那些曾经逃离的广告主们也开始了小心翼翼的回归博弈。他们发现用 Grok 驱动的精准投放转化效果比以前好很多，可他们依然在犹豫平台长期政策的稳定性。早期跟随马斯克的员工们则在债务压力解除后终于松了一口气，却又立刻被投入到更加疯狂的全球扩张节奏当中。加密社区的反应最为热烈，他们把 X-Money 看作真正让去中心化金融落地的希望之光，却也暗暗担心控制力过于集中的风险。债务清零后释放出来的巨额现金流，正在被精准投放到3个最关键的战场。首先是新一代算力集群的建设，那些曾经用来偿还利息的资金，现在直接变成了成千上万张最先进的计算设备和配套冷却系统，为下一阶段模型迭代提供澎湃动力。其次是全球支付节点的快速铺设，从东南亚新兴市场到拉丁美洲多个国家， X-Money 的本地化团队已经在同步推进牌照申请和本地机构对接。最后则是与卫星网络的深度绑定，让即使在偏远地区或网络基础设施薄弱的地方，用户也能实现低延迟的支付和人工智能交互。这3条线齐头并进的速度之快，远远超出大多数人的想象。正是因为这些隐秘却规模庞大的动作，外界才逐渐意识到，这次债务清零根本不是故事的结束，而是一场更大规模进攻的真正开端。你说，当社交平台上的实时意图数据、人工智能的情绪预测能力和全球化的支付网络彻底融合之后，传统的金融中介机构到底还剩下多少生存空间？这一切变化来得如此迅猛，你是选择继续站在岸上观望，还是准备鼓起勇气跳上这艘正在全速前进的巨轮呢？再深一层， X-Money 才是整个帝国的真正底牌。你以为马斯克只是想做个更好的推特？大错特错，他的野心是要把 X 打造成西方的微信支付加 PayPal 2合一。目前 X-Money 已经在美国40多个州拿到了汇款执照，还跟 Visa 达成了战略合作。Beta 版测试已经悄然上线，市场普遍猜测它会深度整合稳定币和加密货币交易。一旦这个闭环跑通， X 上的数亿月活用户就可以随时打赏、转账、跨境支付，甚至直接投资。想象一下，你在 X 上看一条推文，顺手用 Grok 生成的投资分析，然后一键通过 X-Money 买入加密资产，整个过程不超过30秒。这不是简单的支付工具，这是社交加人工智能加去中心化金融的3重叠加，估值1130亿美元的真正支撑就藏在这里。你有没有感觉到一场无声的金融革命已经在马斯克的掌心里酝酿成型？切换到微观财务与心理博弈的视角，咱们来模拟一下各方当时的心路历程。华尔街的银行家们盯着报表上的利息支出和广告收入曲线，心里其实在打鼓。一边是每年10亿美元以上的利息窟窿，一边是收入持续低迷。他们反复问自己，马斯克到底有没有 Plan B？ 可马斯克这边呢，他坐在会议室里，看着 XAI 的估值一路狂飙，心里想的却是另一件事：债务是暂时的，算力才是永久的。他知道，只要把 X 的数据喂给 Grok， 再用 Grok 反哺 X， 就能制造出别人复制不了的护城河。双方博弈的张力就在于时间窗口，银行想尽快脱手止损，马斯克却在赌未来3年的 AI 爆发能覆盖所有成本。最终，马斯克赌赢了。就在本月初的报道显示， X 和 XAI 计划全额偿还这175亿美元债务，每年因此节省超过10亿美元利息。这笔钱足够买下数万张英伟达最新显卡，进一步巩固 AI 算力霸权。华尔街当初的悲观论调，现在看起来多么短视。可如果时间倒回2023年，你站在银行家的位置，会不会也做出同样的抽贷决定？再往细里说，马斯克和投资人的心理拉锯也很有意思。XAI 在2025年底完成大规模融资，估值一度冲到800亿美元以上。可外部投资者其实一直在问同一个问题：社交平台的数据真的值这么多钱吗？马斯克的回答永远是那句第一性原理：数据是燃料， AI 是引擎，燃料越纯，引擎越强。他甚至在内部会议上说过，我们没有 Plan B， 因为 Plan A 就是 all in。这种近乎偏执的自信，让很多原本犹豫的投资人最终下注。而当合并完成后， X 的估值从低谷回升到330亿美元，几乎抹平了收购以来的账面亏损。这又给当初的空头们狠狠上了一课。博弈的本质从来不是谁对谁错，而是谁能活到见证真相的那一天。现在真相来了，你觉得华尔街会服气吗？
放眼宏观与终局，马斯克的这一步棋其实是在为未来5到10年的超级变局铺路。清偿债务后 ，X 和 XAI 彻底甩掉包袱，现金流瞬间变得极其健康。这不仅向市场证明了强大的造血能力，更为潜在的超级 IPO 扫清了障碍。乐观路径是这样的：如果全球 AI 基础设施继续高速扩张， X-Money 成功抢占加密支付和跨境小额转账市场，再叠加新链的全球网络覆盖，那么马斯克就能构建出一个集社交、AI、智能支付、卫星互联网于一体的超级数字帝国，估值轻松突破几万亿美元。前提是监管环境保持相对宽松，加密货币不被全面打压。悲观路径则完全相反。假如主要国家对 AI 数据、主权和加密金融加强管制 ，X-Money 的牌照扩张受阻 ，Grok 模型又面临开源竞争者的围剿，那么整个帝国可能陷入增长瓶颈，甚至被迫拆分上市止血。前提是宏观利率长期高位，或者出现重大技术瓶颈。两条路径的分野，就看监管与技术的赛跑谁更快。你更相信哪一条路会先到来？从全网嘲笑的接盘侠到1130亿美元帝国的掌舵人，马斯克再一次用行动证明了第一性原理的残酷威力。只要你真正掌握了最核心的生产力、人工智能和最底层的流通网络金融，再烂的牌也能打出王炸。未来我们很可能看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数字：帝国、社交、人工智能、加密货币、卫星网络全部打通。你准备好迎接这个 X 时代了吗？对于 X-Money 和加密货币的深度结合，你觉得它最终会颠覆传统银行体系，还是只是昙花一现？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真实想法。我们下期3元说继续深挖，再见。